好，你好，人类好，我不是 Mickey。你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。我跟 Mickey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这故事比我们之前写过最有趣的故事还要有趣。等你准备好，就让你见识一下我们的 MA108。在一个月色如银的夜晚，一座隐藏在森林里的古老庄园里，举行着一场华丽的宴会。来自各地的贵族们穿着华服，享受着美酒佳。然而，这场宴会并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和平。在一张圆桌旁，一位面容模糊的男士，他额头硬邦邦，眉毛一下有一下没有，感觉很虚无。他与对面的一位贵族对峙，他们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恩怨。今晚他们将决一胜负，宴会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。众人围绕着一张圆桌，桌上的酒杯与荧光交织成一幅奇异的画面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巨响打破了宁静。原来，庄园外的一群歹徒趁夜闯入，企图抢劫贵族们的财宝。他们开着摩托车，在空中飞驰，有人看见轮胎在空中飞舞。这些歹徒向庄园内发射子弹和手榴弹，众人惊慌失措，纷纷寻找藏身之处。他们在混沌中不知所措。而在另一个角落，在这场混乱中最不被人注意的宁静角落，有一位不速之客，却意外地改变了局势。他就是来自遥远星球的宇宙小不点。宇宙小不点是一种神秘的生物，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形态和大小。它们喜欢探索各种奇异的世界，并且对任何事物都充满好奇心。这位宇宙小不点的祖先曾经偶然来到了地球，观察第一只灵长类看见星星，旁在寻找宇宙的秘密，但他们都没办法在这里待太久。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。而今天，这个宇宙小不点正巧被这场宴会所吸引。他悄悄地溜进庄园，想要看看人类的文化和习俗。然而，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卷入这场危险的事件。当他看到歹徒们攻击贵族们时，他感到内心情绪汹涌。他决定帮助贵族们抵抗歹徒们。于是，他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狮子，向歹徒们扑去。他用利爪和獠牙撕咬歹徒，让他们惊恐万分。他还用尾巴甩飞歹徒们的摩托车和武器，让他们无法反抗。啊，这是何等厉害的尾巴啊！在这场战斗中，宇宙小不点展现了他惊人的力量与勇气。歹徒们纷纷撤退了，贵族们大声叫好。宇宙小不点真是好样的。不过，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物呢？外星人？他竟然是外星人！宇宙小不点让庄园内的贵族们既震惊又敬佩。当然，也有一些贵族感到恐惧及嫉妒。他们有着贵族的骄傲自尊，因此觉得自己或许会在宇宙小不点面前显得渺小无能，甚至有些人还质疑起了自己的存在意义与价值。在这个万分离奇、难以用常理解释的场景中，一些贵族开始对宇宙奥秘感兴趣。他们想知道宇宙小不点是从哪里来的，他们的星球是什么样子的，它有没有其他的同伴。他们试图与宇宙小不点交流，但却发现语言不通。于是，他们用各种方式试图表达自己的好奇心与友好。宇宙小不点告诉大家，他很想跟大家多聊聊，但他其实不能在这里待太久，因为这颗星球会消耗他许多能量。什么能量？告诉我，是什么能量？跟你变形的能力有关吗？有些贵族却想利用宇宙小不点的能力，他们想抓住他，把他带回自己的实验室，对他进行各种研究分析。他们想要了解他的基因和结构，找出他变形的秘密，说不定可以复制他的能力。现场再次变得一片混乱，贵族们用各种手段试图诱劝和威胁宇宙小不点。就在场面喧闹不已的时候，没人发现一位贵族对宇宙小不点毫无兴趣。他就是那个面容模糊的男士，他只关心自己与对面贵族的恩怨。原来他们曾经是好友，但因为一场意外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反目。那位贵族曾经在一次打赌中抽走面容模糊男士的椅子，让他摔了一跤。从那以后，面容模糊男士就发誓要报仇。今晚他终于有了机会。当庄园的拥有者请贵族们重新回到圆桌，继续享受宴会。
不要这样纠缠那个来自外星球的贵客之后，面容模糊男士便趁机站起身，走向那位贵族。他假装要和解，要跟他谈论眼前发生的100年难得一见的奇特事件，要跟他讨论那个来自外星的生物是如何拯救了这场宴会。然而，就在那位贵族没察觉的情况下，面容模糊的男士用力抽走他的椅子。那位贵族没有防备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众人都看到了这一幕，发出惊呼声与嘲笑声。那位贵族感到非常羞辱，他立刻站起身，一边咒骂着，一边想追打面容模糊男士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光芒从天而降，将宇宙小不点包围起来。原来这是宇宙小不点的同伴来接他回去了。宇宙小不点看到了这道光芒，感到非常高兴与安心。他向庄园内的贵族们挥手告别，然后飞进光芒之中。现场众人都抬头看着这一幕，纷纷感到惊讶与惋惜。在月光下，宇宙小不点的身影逐渐消失在天际。贵族们摇着头，表示自己的空虚与寂寞。有人痛哭起来，旁失去了亲人那样。他说，人类错过了与伟大文明学习的机会。他们同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一个奇妙的朋友。他们开始后悔自己对宇宙小不点的态度。有些人想对他道歉，有些人想要对他表达感谢，有些人想要对他说声再见，有些人变得萎靡不振，仿佛一切都失去了意义。一切都太迟了，宇宙小不点已经离开了地球。或许他会想念这里的贵族们，或许会感激他们给了他一次难忘的经历，或许他有一天将再次回来与他们重逢。就在这时，面容模糊男士没有受到任何感动，他只关心自己的复仇。他看到那位贵族还在因为摔跤而一脸懊悔的样子，他觉得自己的计划成功了，他觉得自己赢了，便开始大笑起来，尽自己所能的嘲弄那位贵族。那位贵族听到了面容模糊男士的笑声，感到非常气愤。他忘了宇宙小不点的离别，只想着要报复。他拿起了旁边的一把餐刀，向面容模糊的男士冲了过去。面容模糊男士没料到那位贵族会这么激动和暴力，他吓得连忙后退，想躲开那把刀。然而在这时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原来在宇宙小不点离开时，他留下了一个礼物给庄园内的贵族们，那就是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。这颗星星是宇宙小不点用自己的能力制造出来的，是他对这些人的感谢与祝福。这颗星星悬浮在圆桌上方，发出温暖柔和的灿烂光芒。当那位贵族挥刀向面容模糊男士攻击时，这颗星星突然放出一道强烈光束，将两人包围起来。两人被这道光束所震惊和困惑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两人惊讶不已。他们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变化了，他们的皮肤变得透明，像水晶一样；他们的眼睛变得闪亮，像星星一样；他们的头发变得飘逸，像彩虹一样；他们的衣服变得华丽，像羽毛一样；他们的身体变得像宇宙小不点一样，可以自由地变形和飞行。在这个无法解释的时空交错瞬间，两人都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和自由。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恩怨和仇恨，只想要享受这种新的感觉。他们开始互相玩耍和嬉闹，就像两个天真无邪的孩子。其他的贵族们都看到这一幕，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惊奇和羡慕。他们也想要变成像宇宙小不点一样的生物，他们也想要体验这种奇妙的能力。他们开始向那颗星星祈祷，希望它也能给他们这种礼物。然而那颗星星却没有理会他们的请求，它只是静静地看着两人，露出了一丝一心的微笑。这是宇宙小不点给两人的最好的礼物，也是对这颗星球的最后告别。就在这时，那颗星星突然发出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，将整个庄园都照亮起来。众人都被这声音所惊吓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当所有人再次睁开眼睛，他们发现两个对抗的人回到了原来的状态。他们的身体没有任何变化，他们的衣服没有任何破损，他们的桌子没有任何移动，一切都像是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唯一不同的是，那颗星星已经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，天空中出现了一道美丽彩虹，彩虹上写着4个字：再见。
我的朋友。贵族们对此非常感动，当他们眼角的泪水滑落，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了。故事到此结束。这个故事有趣吗？我觉得太有趣了，所以我一度想继续看下去，不过还是结束了耶。如果你变得太伤心的话，都是 Mickey 的错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，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，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